在做 Roblox 游戏的时候，你对于你在游戏中设计的 UI 界面，在电脑、手机、平板中的显示大小和位置不一样，感到非常困惑吗？今天这部影片，克拉克将会介绍你 Roblox 中的 UDIN2 这个资料形态，带你了解 Scale 和 Offset 的不同，并且还会介绍你使用 Auto Scale Light 来帮助你做出一个不管是在电脑、手机、平板上都可以自动调整大小和位置的 UI 界面哦。Hello，大家好，我是克拉克。想要做 Roblox 游戏，却苦于英文能力和无法理解程式语言吗？在这个频道里，我将每个礼拜上传1到2支 Roblox Studio 的中文教学影片，不管是程式理论、游戏与功能实作，在这里你都能得到解答。现在立刻帮这部影片按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你就再也不会错过影片的更新哦。快点分享这个频道给你同样热爱 Roblox 的朋友知道吧。当我们在 Roblox Studio 中调整这些 UI 的视窗大小或者是位置的时候，我们能在 Properties 视窗里看到这两个属性是长这个样子，一共有4个数字可以输入。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的坐标概念，你就会知道我们在描述一个点的时候，会是使用 x 轴和 y 轴来进行说明。x 轴呢就是左到右，y 轴呢就是上到下。而我们的 Roblox 中的 UI 视窗的大小和位置，也是基于这个 x、y 轴来调整的。那问题来了，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只需要一个 x 坐标和 y 坐标，也就是2个数字，就可以描述大小和位置了。但为什么我们的 size 和 position 总共可以输入4个数字呢？这问题的答案也很简单，因为这2个属性使用的是一个在 Roblox 中叫做 UDIN2 的资料形态。我们现在看到 UDIN2 的 API 说明，这4个数字呢，分别代表了 x scale、x offset、y scale 和 y offset。x 和 y 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x 坐标和 y 坐标。那么什么是 scale 和 offset 呢？让我们先从 offset 开始。offset 是偏移量，基本上你只要把它想象为我给你一个固定的数字，你就按照这个数字去决定位置或大小。Roblox 中我们新增 UI 的时候，直接调整它的位置或是大小的时候，预设情况下都是调整了它的 offset。那这个 offset 的单位呢是 pixel 像素，我们电脑的解析度呢也是 pixel 这个单位。例如卡克的荧幕解析度呢是1920×1080，也就是我的荧幕解析度的 x 轴有1920个像素，y 轴呢则是有1080个像素。我现在将我画面上的这个 test label 放到右手边。看到 Property 视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Position 属性里面的 Offset 呢，x 轴和 y 轴呢，分别是1137和450。也就代表着，当我进入游戏的时候，它会帮我把这个 test label 放到 x 轴的第1137的像素，还有 y 轴的第450个像素的位置。不过，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使用手机进入自己的游戏，会有看到这些视窗超大或是根本看不到的情况发生，因为手机的荧幕根本没有办法跟电脑荧幕比。你可以点右上角这个手机按钮来模拟你现在设计的这个游戏，如果使用手机看到的话，会是长什么样子的？现在模拟的这只手机呢是 iPhone 7 Plus，这只手机的视窗大小是736×414。你可以在上面呢自己挑一个手机型号来进行模拟。那这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我们现在这个 test label 设定的位置呢，远远超过了这个手机可以显示的大小。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要使用 scale 而不是 offset。那么 scale 呢是比例尺，也就是它会按照你设定的比例来调整这个 UI 的大小或者是位置。这个比例呢，同样是根据了我们使用的装置游戏的视窗大小来调整的。如果我将这个 test label 的 position、x 轴和 y 轴的 scale 都调整到0.8，它会显示到画面的右下角。如果我们模拟手机画面，它呢就不会超出去，而是也会同样显示在画面的右下角。哈，你说这个 test label 明明就超出去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 size 属性也使用 scale 的按比例设定哦。现在呢，我将这个 test label 的 size 属性底下的 x 和 y 也同样改成使用 scale 按比例来调整。不过这里就又有一个问题存在了，因为 scale 是按比例调整，我们必须自己慢慢一个一个测试，找到一个完美的比例，这非常麻烦。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非常方便的插件 Auto Scale Light 来帮助我们快速调整每个视窗的大小或位置。Auto Scale Light 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快速调整 GUI 位置和大小的插件。我会将这个插件的下载链接呢放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和置顶留言中。在安装完毕后，我们看到 Roblox Studio 上方选项的 Plugs 插件的选项。Auto Scale Light 有提供3个非常方便的功能，让我们先从中间的蓝色按钮 Unit Conversion 开始。在我们影片前面的介绍中有提到 UDIN2 有分成 Scale 和 Offset。那 Unit Conversion 它提供的功能呢，就是帮你把你选择的这个 GUI 的 Object 呢，不管是 Position 或者是 Size， 都可以马上转换为 Scale 或是 Offset。例如，我现在新增一个 Frame，并且把它调整的稍微大一点，然后把它放在中间。就像我们影片前面讲的，在预设情况下，如果我们调整这些 UI 的时候，它都是以 Offset 来设定的。这样子，如果我们这个游戏要使用手机来游玩的话，这个 Frame 呢很有可能会超出手机的画面。那我们势必呢必须改用 Scale 来解决这个问题。但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要使用 Scale 的时候，要自己一个一个测试，例如测试 0.1、0.2，找到一个完美的比例，这样子太麻烦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直接点选 Unit Conversion， 点击之后，它会开启一个小视窗，分别有 Position 和 Size 可以选择。那我们在点击这个 Frame 之后，在 Position 和 Size 的这2个选项里面都点击 Scaled，来把这个 Frame 的 Position 和 Size 属性呢都改成 Scale， 按比例来调整。点击完之后，我们看到 Properties 视窗，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Frame 的 Position 属性还有 Size 属性呢，它里面的 X 和 Y 都变成了使用 Scale 来调整咯。现在我们模拟一下手机画面。OK， 现在这个 Frame 呢，不管是在电脑或者是在手机，它都可以按照视窗的大小等比例来做显示咯。那么，既然我们都介绍 Auto Scale Light 的其中一个功能，那我们就顺便把其他2个功能也一起全部解释完毕。橘色的按钮呢是 Scale Test， 这个选项呢会帮我们放一个 UI Test Size Constraint 到选择的 Object 里面。UI Test Size Constraint 是一个用来限制文字大小的 Object， 因为它是用来限制文字的，所以这个 Object 呢只能用在 Test Label、Test Button 和 Test Bus。这个 Object 的主要功能是，它会限制你放到了这个 Test Label 里面的文字的最大上限，还有最小的下限。如果你只是希望文字可以填满整个 Object， 那你就只需要把 Test Scale 的这个属性打勾就可以了。不过，如果你想要设定一个文字大小的上下限的话，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Object。最后呢，就是这个红色按钮 Add Constraint， 这个按钮呢会添加一个 UI Aspect Ratio Constraint 放到你选择的 Object 里面。这个 Object 的使用情境比较少用到，但有的时候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影片前面有说到了 ，Scale 是按照视窗的等比例来缩放 UI 的。如果玩家的游戏视窗大小很奇怪，例如是一个很窄很窄的视窗，我们原本的这个 Test Label 呢，就会从长方形呢被挤成正方形。不过，如果我们在这个 Test Label 里面使用这个 Add Constraint 的按钮，放了一个 UI Aspect Ratio Constraint， 它会限制这个 Test Label， 不管游戏视窗的大小有多么奇怪，它都一定会是一个正方形，而不会被挤压。OK， 那么这就是关于 UDIN2 还有 Auto Scale Light 这个插件的详细介绍咯。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于你制作 Roblox 游戏有帮助的话，别忘了帮这部影片按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或是到克拉克的 Discord 伺服器询问哦。那么这部影片就到这里，这里是克拉克，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